这王强竟如此之强，莫非9天之巅他保留了实力不成？众人那惊叹意外的表情，可以看出王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已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甚至有人觉得王强的实力可能强于楚风和仙海鱼儿等人。当初只是因为兄弟关系，不想抢楚风风头，才没有真正的表现。而这绝非胡乱猜测，毕竟真神不同于半神。虽说在小辈踏入真神之前，修武界的真神强者也是有着不少，但能够在真神境提升修为的很少，就别说王强这种连续提升3品修为的，这便是神之时代。老一辈的天赋当年再如何耀眼，可与当代天才相比，却也是差了许多啊。一位立于虚空的老者正摸着胡须感叹，而他的话语却也恰好是大多数人的想法。回想起来，除了当初的界染青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人的天赋能与当今这些天才相比。可忽然，百里子林狰狞地大笑起来。他这一笑，王强也是一愣，不由得停止了对百里子林的折磨，也使得众人能够看清，此时百里子林的头已被王强撞得面目全非，破碎的脸庞露出被鲜血浸透的牙齿，格外瘆人。那已不像是一个人，更像一只自地狱爬出的恶鬼。这样的百里子林，看得一众修武者也是毛骨悚然。可王强却是心中无惧，笑眯眯地看着百里子林。哎呀呀呀，脾气还挺倔，还能笑呢。见状，百里子林笑得更加诡异。王强，没吃饭吗？用点力啊。行。王强也不客气，一只手抓住百里子林的脑袋，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，眼中狠色一现，让众人汗毛直立。狱宗的许多人更是准备出手，若不是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比舞台外众位狱宗众强者耳帘，将他们阻止，他们会立刻出手制止。他们都看得出来，王强是打算下狠手了，搞不好会直接摘掉百里子林的脑袋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但当王强用力之后，却惊愕地发现他的力量竟无法让百里子林头身分离。王强意外地看向百里子林，此时他终于明白百里子林的笑容了。若是这样，倒有点意思了，是吗？百里子林笑容阴森。轰！下一刻，一股黑红色气焰自百里子林体内喷涌而出，直冲天际，强大的冲击力将王强也是震退开来。黑红气焰冲入虚空深处，快速蔓延，几乎眨眼之间，整片头顶都被那黑红气焰所覆盖。很快，竟有2轮血红的太阳自那黑红气焰内映射而出。可很快人们察觉到不对，先不说这里没有2轮太阳，就算有，也将被这黑红气焰遮挡。那不是太阳，而是一双巨大的血红色眼眸。那是什么？是狱宗圈养的妖物吗？此等景象，人们第一反应乃是异象。可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感觉不像是异象，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，出现在了那黑红气焰之中。此时，百里子林的身上停止喷涌黑红气焰，但仍有大量黑红气焰缠绕在其周身，而其修为也同样达到了4品真神。他竟达到了这种程度。看到这样的百里子林，躲在浮空战船内的陈辉以及云傲也是神色变化。之前陈辉与百里子林交手是隐藏了实力的，他也自信若是施展真正力量，百里子林不是他的对手。可看到此刻的百里子林，陈辉也没有把握应对了。百里子林看向王强，王强，你很幸运，同辈之中你是第一个见识到我百里子林真正实力之人。但我百里子林也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有这个资格。话罢，虚空之上，黑红气焰之中射出一道气焰，那气焰宛如旋风，面积非常广，将整个比武台都封锁在了其中。气焰具有隔绝效果，人们使尽浑身解数也看不清气焰内的情况，就连狱宗之人也是看不清。而气焰持续时间较久，这让人们越发好奇2人的战况究竟如何。但好在众人好奇的等待中，气焰还是散去。只是这个结果却令人意外。比武台上，百里子林的脸上仍有血迹，可是他的脸庞已是恢复，那英俊的脸庞就算沾满了血也不觉恐怖，反倒是王强已浑身是血，乃重伤之躯，正趴在地上。胜负已分，是百里子林赢了。看到这个结果，人们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意外。虽然百里子林的气势更强，可王强却也不弱。百里子林战胜如此强大的王强，这当今最强小辈的名号还真不好说了。哼！此时王强发出一抹轻笑，邪门歪道，你胜之不武。而百里子林也不理会王强，而是目光扫向众人。诸位，这王强的到来算是意外之喜，总算没让大家白来一场，算是看了一场好戏。不过这个比武台终究是为楚风准备的，而先前这王强说楚风是觉得我不配，所以不屑来与我一战。可大家也都听到了，这王强来到此地便嘴巴极脏，多次对我出言羞辱。这样的人，我百里子林没理由不给他一些教训。可我百里子林并非不讲理之人，还请麻烦诸位帮我将这消息传出去。一个月之后，还是这里，我继续等着楚风。楚风来了，我也只是正常与他切磋，点到为止，绝不伤其性命。我知道他与7届圣府有恩怨，我甚至能保证他在这里可以安然，有我狱宗在，没人能伤他，并且只要他来了，我对这王强也可以既往不咎，直接放了他。但若那楚风若是爱惜自己的名声，依旧不敢来与我一战，那我就取下这王强的项上人头。百里子林此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。这样一来，楚风是非来不可了。
否则就要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。只是1个月的时间，这消息就算传到楚风耳中，但若是楚风距离较远，或者收到消息较晚，来不及可怎么办？总之事已至此，只要楚风不来，那真的就要臭名昭著，英明扫地了。你他娘的！而眼见着百里子陵要用自己来要挟楚风露面，原本虚弱到无法起身的王强，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竟挣扎着爬了起来。可还未彻底站起身，百里子陵便一脚将王强踹翻在地，且用脚踩在了王强的脑袋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是为你好啊！你重情义，替那楚风出头。若那楚风也重情义，自然会来救你。他若不来，那说明你看走了眼，那你活着应该也没意思了。我解决了你，你应该谢我才对。百里子陵双眼微眯，面带笑意，仿佛他已立于不败之地。当百里子陵宣布他会继续于此地等待楚风之后，那覆盖比武台的结界之力再度出现。紧接着，在比武台中心还出现了一道传送门，那结界之力很不简单。百里子陵抓住王强的头发，拉扯着王强踏入了结界门内。人们以为百里子陵和王强依旧在比武台上，实际上他已经带着王强通过结界门内的传送阵，进入了一座移动宫殿中。这移动宫殿就藏在此地深处，并非是一直在这里，而是他们最近才搬移过来的。移动宫殿不是很大，却是远古时期的宝物，蕴含着强大的阵法之力。就连覆盖比武台、遮挡众人视线的结界之力，也是这移动宫殿散发而出。但这却不只是移动宫殿的全部。当百里子陵进入这移动宫殿后，便像丢沙袋一样，将王强狠狠地摔在了墙壁之上。墙壁坚硬无比，倒是王强被震得五脏六腑全部碎裂。落地之时，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涌而出。我说结巴，你嘴巴挺欠啊，先前怎么说的来着？你自称是我的谁？百里子陵走到王强面前，俯身蹲下，而不知何时，其手中出现一把匕首，明晃晃的寒光落在王强脸上，预示着王强接下来难逃一场灾祸。可王强不惧，老子是你！噗！话未说完，百里子陵手中的匕首已是伴随喷涌的鲜血贯穿了王强的嘴巴。这一匕首刺穿的不只是肉身，更是灵魂。因此，尽管王强满面怒意，可却也是呜呜的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可这一击，百里子陵却并不解气，拔出匕首，再度刺了下去。噗噗噗！短短片刻，王强的脸便被其刺的血肉模糊。刚刚你想扯掉我的脑袋是吧？百里子陵此话说完，便放下手中匕首，一只手抓住王强脑袋，一只手抓住王强的肩膀，随后竟硬生生的将王强的脑袋从其肩上扯了下来。但王强没有死，不是百里子陵没有杀王强的能力，而是他根本没打算下杀手，他只是想折磨王强。先前在外面，他要表现风度，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将他阴暗的一面表现，所以只是如此，还根本无法消除他对王强的恨意。你这结巴，嘴巴倒是挺硬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能真的一声不吭。接下来，百里子陵继续对王强进行折磨，可从始至终，王强竟真的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，只是那双眼睛却始终恶狠狠地盯着百里子陵。还看百里子陵越想越气，就准备弄瞎王强的双眼，差不多得了。可就在此时，伴随一道声音响起，一重威压也是护住了王强。是即墨千舟，他已经来到这里有一会了，知道百里子陵心中有怒气，所以也没拦着。但继续下去，他也担心王强会死。若没猜错，他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天赐神体排行榜排名第10的四凶神体，也怪不得神体天赋会如此栽培于他。即墨千舟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没打算杀他，他对我来说还有大用，只是他的嘴巴太脏，不教训下难泄心头之恨。”百里子陵说话间，坐在了大殿内的椅子上，也不擦拭满手的鲜血，而是直接抓起桌上的水果便塞入口中。真的是四凶神体吗？百里子陵又问。也不好确定啊，但是很像，我猜应该就是了。即墨千舟说道：“无所谓了，他确实有些本事，所以他的血脉我是要定了。本以为是个耽误时间的废物，没想到却是意外的惊喜。只希望那楚风也能如他这般有义气，那样一来，可真是双喜临门了。”百里子陵阴冷地笑着，原来从始至终他都没打算放过王强，甚至没打算放过楚风。时间流逝，转眼间距离百里子陵与王强一战也是过去了一些时间。武者商会会长所隐居的山脉深处，有着一座石头打造而成的古塔。之所以说是打造而非砌成，是因为这座古老的石塔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琢而成。眼下此塔气焰缠绕，宛如飓风笼罩着此塔，景象颇为惊人。片刻后，气焰渐渐消退，而紫菱的身影也是从中走了出来。尽管这些日子几乎都在一起，可看到此时的紫菱，楚风仍是看得入神。紫菱的美貌一直延续至今，只是比起从前，如今的紫菱更有气质了。那超脱世俗的仙子模样，哪怕只看形象，紫菱也绝对具有顶尖强者的风范。楚风哥哥，可伴随紫菱开口，那亲密的词汇加上她温柔甚至略带撒娇的语气，却一下子让她从高高在上的顶尖强者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女人。看来这次有希望一举踏入真神境啊。楚风说道：“是啊，前辈给咱们的修炼资源真的太厉害了。只是楚风哥哥，你那血脉的胃口也太大了，明明你炼化的那么好，可却害得你都无法突破。”提及此事，紫菱有些替楚风喊冤。他在这里的日子，武者商会会长
一直为他提供修炼资源。而楚风此次回来，武者商会会长更是拿出了颇为珍贵的修炼资源。他与楚风一同炼化，楚风不仅炼化速度比他快，融合的也比他更好。可楚风未能突破，反而是他进步颇大。之所以如此，都是因为楚风体内那血脉的胃口太大了，比他体内那血红色的古塔还要恐怖。别为我担心，胃口是大，但不也一步步的走过来了。倒是你，修炼到关键时刻不要分心，快回去继续修炼，一鼓作气突破到真神，到时候就能替我撑腰了。楚风说道。那我也能短暂的超越楚风哥哥了。紫菱甜甜的笑道。他很清楚，天赋不如楚风，若不是体内的血红古塔，根本没有与楚风相比可能。可哪怕有那血红古塔，他也知道追赶楚风十分艰难。楚风就算落后于他，也只是暂时的，迟早会追上来，超越他。两人腻歪的交谈了片刻后，紫菱也是乖乖的回去继续修炼，而楚风则是找到了武者商会会长，客套的聊了一阵子后，楚风便说想出去一阵子，是打算去救那王强吧。武者商会会长面容忽然变得冷冽起来，这里看似与世隔绝，可他发现楚风一直在观察外面的情况，所以哪怕第一时间得知王强的事并没有告诉楚风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楚风自己也是知道了这件事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前辈，王强是我过命的兄弟，我肯定是要去的。楚风说道。你要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也绝对不会帮你，因为你自己清楚，自从你征服了麦之本源，你就是当今修武界所有势力眼中的猎物，那就是一个局，为你设下的，你非要去，不仅救不了那王强，也会害了你自己。武者商会会长说道。我知道很危险，但没办法，那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没办法不管，就算不是他，是前辈，我也同样不会不管。楚风说道。楚风此话一出，武者商会会长微微一愣，那微微变化的眼眸涌现出了意外。他没想到楚风会为了他赴死，可偏偏楚风的态度不像是说谎。但很快他脸上的不悦再度涌现，我就算真的遇到危险，也不需要你来逞强，无谓的义气就是没脑子，如此行径，天赋再好也难成大器。武者商会会长说道。我从来没想过成大器，我修炼只是想守护我身边的人，我从未忘记初心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楚风淡淡一笑，话罢便转身而去。倒是武者商会会长愣在原地，一时间在其脸上情绪复杂。